最近我经历了一件让我特别难受的事，是我一个认识了10多年的朋友，因为她男朋友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两个人转头怀疑起我来。她跟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你啦，是不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怕我对你的认知是错误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是凉了半截，因为在这段关系里呢，我一直是那个主动照顾、主动维系的人。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有些关系呢，并不是你付出的多，认识的久，关系看起来亲密就能有一份稳定的信任。我以前的视频呢，都在讲极简，讲断舍离，讲怎么花钱更聪明。这一次啊，我想讲点不一样的，也是想告诉你，不管你的生活多么有条理，东西断舍离的多干净，如果你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一直处于内耗自己的状态中，那生活也会变得很糟糕。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后来反复回想那件事，也和身边好几个人进行了交流。真正让我难受的，不是因为她男朋友丢了东西而去怀疑我，而是她居然真的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我根本不在意也不需要的东西去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认识10多年了，我去哪个国家旅游都会想着她，在她姨妈期间难受时会点外卖送到家，我们都见过彼此最低谷的时刻。然而她在怀疑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他对我这么多年的认知值不值得被保护一下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是有条件的，是通过层层考验之后才成立，并不是无条件形成。所以这种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以前那些付出是不是太单方面了，是不是早就忽略了很多细节。比如两个人的友情中，其实只有我一直在往前走，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他只是站在原地，习惯被人照顾，事事也不愿意改变。所以很多人际关系的决裂呢，并不是靠一件事情去推动，而是那一件事情让你彻底看清了这个人。那有些人会说，关系好不好要看遇到的事情当下如何处理，但我现在更相信，关系再好也经不起一次之间的信任感被破坏。可能就说了那一句话，给了那个眼神，就足够让你明白，这段关系终究没办法走得更远。我是个挺内耗自己情绪的人，在他说了那句让我很难受的话的时候呢，我是在前往机场的路上，那一刻我就在反思，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我。后面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之间的认知从来都是不一样的。他说他怀疑过我，是因为他对我的认知出错了，他不是怀疑我有没有做那件事情，而是怀疑自己对我的了解有没有偏差。那么这个逻辑呢，其实也恰恰揭示了很多在人际关系里的矛盾根源。你以为和对方建立的是深层链接，可实际上啊，对方对你所有的理解只建立在非常表面的互动上。你和他去过的几次旅行，你为他做过的几件事情，他可能感谢你、依赖你，但不一定是真的信任你。我们对一个人的信任，说到底是靠时间累积的，还是说靠彼此经历过的事情里达到深度共识？有些关系啊，看似亲近，可彼此之间的信任从未经过真正的考验。尤其在这个社交媒体充斥的时代中，我们大家都更容易被一时的情绪牵着走。短视频、热搜、聊天对话的截图、匿名爆料的故事，这些快节奏输出的信息环境下，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习惯用感觉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你不会再去花很多时间去梳理逻辑，一旦情绪上头之后，都是凭借着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的表面印象去做决定，也更愿意相信自己那一瞬间被挑起来的直觉，从来不去想这个直觉是从哪儿来的。于是乎，所有过去的相处都被否定，所有你为这段关系付出的心血都被归零。回头看这段经历呢，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想去抱怨谁懂我谁不懂我。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明白了一个更大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来就不是对等的。有些人呢，你拿出100%的真心，他可能连50都没有准备好。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国家，包括从去年开始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游走在不同的国家里开始旅居生活。每次换地方住，每次就要重新适应一个城市的节奏。表面上呢，看似体验不同的风景，其实是在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打碎原有的思维方式。我没法用我熟悉
悉的一套去理解所有人。渐渐的，我也学会了不要急着贴标签，也不要太快下结论。当我走过那么多城市，也面对过那么多次的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的时候，被误解其实是一种常态。我的内心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认知系统。过去的我呢，会因为被冤枉了觉得委屈，会着急替自己辩解，但现在的我会更在意这种不信任的关系是否会想继续花力气去维系的。这就是眼界带来的底气，它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让你看不起谁，而是让你能在面对误解时不崩溃，在面对分歧时不焦虑。它在教会你，一个人怎么看待你，不代表你就是那样的人，而你怎么看待自己，才决定你能走多远。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呢，其实本质上是认知的错位。你以为在你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关系已经牢不可破，结果一件突发小事就让那层信任裂了口。小时候啊，我们总是以为只要对一个人足够好，足够真心，对方也会给到相同的反馈。关系呢是有阶段性的，有的人能陪你3-5年，但未必能和你一起穿过下个阶段的认知门槛。有的人只能理解生活表层的问题，却无法跟上你在情绪、价值观、边界感上的成长。当你变得更清晰、更成熟之后，反而会让一部分人不适应和不舒服，甚至用怀疑和否定来回应你。不是所有的误会都值得解释，也不是所有的信任都能修复。你越成长，越能看清哪些关系只是以前的那个你在维系，哪些是现在的你真正需要的。这次经历呢，虽然让我寒心，但也让我更确定，我不需要让每段关系都变得完美。这期视频的内容和我以往的风格很不一样，我没有在讲消费，也没有在教你怎么整理生活，而是想把这份真实的经历分享出来。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或早或晚都会遇到信任崩塌、人际错位的时候，也许你现在还在难受和感到疑惑。我希望你听完这期内容之后呢，能知道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成长本身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的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喽，拜拜。